钢的熔点大约是在1500摄氏度左右，钨最耐热的金属单质，其熔点呢也不过才3000摄氏度多一点。而火箭发动机从尾部喷嘴里面喷出来的燃气温度，轻轻松松就能够超过3000摄氏度。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火箭发动机没有把自己的喷嘴给烧化掉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啊，要是它就这么干烧的话，任它是什么材料都是扛不住的。但是如果把用纸做的碗里面装上了水的话，就算是把水都烧开了，纸也是烧不穿的。同样的道理，火箭发动机的喷嘴里面，当然还包括它的燃烧室里面，也是需要装上一些能够帮助它吸热的材料的。具体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再生冷却、屏蔽冷却和膜冷却、蒸腾冷却、烧蚀冷却和辐射冷却。下面我们就一一介绍一下。再生冷却是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采用的主要冷却方法，它其实是有点物尽其用的意思。怎么说呢？因为液体火箭所用的燃料一般都是液氢、液体甲烷、煤油、液氧之类。煤油咱就不说了，另外几样东西你要保证它是液态温度必须要降到非常低才行。比如最夸张的是液氢，其温度低至零下252.7摄氏度，要是能用它来帮喷嘴降温，不是很妙吗？所以再生冷却就是这么干的。在把这些低温液体燃料注入到燃烧室之前呢，先让它们围着喷嘴走一圈，不仅能够带走喷嘴里面的热量，同时还能够让它们在进入燃烧室之前预升温了一把。于是这些带走的热量也就完全没有浪费掉，而是重新又回到了燃烧室里面，就像是白捡来的一样。正是因为在这个循环当中没有热量的浪费，所以这种方式才叫做再生冷却了。那么这些由燃料监制的冷却剂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到喷嘴里面兜圈圈的呢？主流的结构有管束式结构、洗槽式结构和波纹板结构。管束式结构，其典型的代表是土星5号上面的 F1 发动机，它将铜管、镍铬合金或是不锈钢的导管按轴线方向或是螺旋式的埋进喷嘴的内外壁之间，就像是夹心饼干中的夹层那样，十分美味。不是十分有效。当然，管子的形状也是有讲究的啊。研究表明，像图中这样纵横比小的矩形管子是兼具了刚性、成本、重量的最佳方案，所以用的也是最多的。再说洗槽式结构，当燃烧室内的压力比较高的时候，为了增加结构的刚度和改善热效率，洗槽式结构就登场了。它会在燃烧室的内壁外表面用数控洗加工出很多像这样的并排的冷却槽道，让燃料流过它们来为燃烧室降温。其中的代表是航天飞机的主发动机，它采用的是混搭式的再生冷却通道。前段也就是燃烧室和喉咙部分采用的是洗槽式，喷嘴的部分则是将1086根矩形导管焊在一起制成的。它的效果有多好呢？据说发动机点火之后呢，尽管内壁的温度接近3000摄氏度，但外壁的温度却可以低到用手去触摸，而且最好是要戴上手套哦，不然说不定会被冻伤的。冰火两重天，这个是不是就是最好的诠释了呢？好，最后一个再生式冷却通道的结构——波纹板结构。这个咱们熟悉啊，不就是从瓦楞纸那边借鉴的吗？我昨天刚拆了5个包裹，认真、仔细、严谨地学习了一下这种了不起的航天科技。当然，它有个问题啊，就是有一半的冷却剂不能与内壁接触，所以冷却效果来的还不如缓冲效果好，难怪我没有找到它的课代表了。好了，以上就是再生冷却的详细解释。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冷却方式——屏蔽冷却和膜冷却。严格来讲，它们应该是2种不同的冷却方式，但原理上差不了太多，所以我就干脆把它俩放一起了。它们都是通过将冷却剂跟前面一种方式一样，通常也都是由燃料穿上马甲之后充当的临时工，直接喷向内壁，从而在内壁附近形成一层薄薄的液膜或者是低温蒸汽膜，来隔绝高温燃气传向内壁的温度的。只不过前者是用推力式头部喷注器最外圈的喷嘴来喷的，而后者是由贴着内壁的专门的冷却带来喷的。总之，两者的效果都不错，而且好处是还能把喷嘴的外观做得亮闪闪、滑溜溜的，比如猎鹰9号上面那些梅林 1D 发动机了。好，蒸腾式冷却，它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主动式散热方式。
冷却剂通过内嵌在燃烧室和喷嘴内壁的多孔材料渗入到推力室的内表面上，吸收热量蒸发并形成低温的蒸汽膜。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双重保护呢？蒸汽膜是一重，多孔材料本身应该也算是一重吧。所以把它装在像是火箭发动机温度最高、压力最高、热流密度最高的喉咙部位时，可以收获到比其他技术效率更高的冷却效果。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烧蚀冷却。说白了，就是把采用烧蚀材料制成的内衬镶嵌到喷嘴的内壁上。这些烧蚀材料通常是由碳纤维、凯夫拉等材料制成的，在工作时可以吸收热量并分解生成气体。这些气体在渗出后，于是就可以在内壁面上形成一个具有保护作用的边界层了。凯夫拉果然是劳模啊！不仅保护人体，还能保护火箭，值得钦佩。不过缺点嘛，就跟你穿上防弹衣会拉低运动分一样，这种烧蚀冷却，由于要给火箭发动机也穿上一层衣服，当然也会拉低它的成绩。但它便宜简单啊，没有前面那几个复杂的结构，用在原本就不太讲究的固体发动机上，那是极好的。好了，终于说到最后一个辐射冷却了。这种冷却方式一个词就能够总结：硬扛。是的。它啥也不用，推力室就只是一层薄薄的金属制成。当然，这些金属呢是比较特殊的，是尼、铱、锒合金等耐高温的金属。方法是这样的：燃气向内壁传热，使得推力室的室壁温度升高，同时室壁向外界环境中辐射的热量也在增加，最终室温达到热平衡，壁温达到稳定值。这个时候的室壁通常是发红或者发白的。这种方式通常是用在热通量密度较小的部件，如大膨胀比的喷管的扩张段、小推力单组元发动机的推力室等等。猎鹰9号2级上的梅林 ED 发动机采用的就是这种辐射冷却，喷嘴只有一层薄薄的泥合金，甚至拿剪刀就能够帮它重新修剪出个形状来了。我已经跃跃欲试了。好了，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让你有所收获。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好了，最后我再补充一句啊，其实，在每一台火箭发动机里面呢，都不太可能只使用单一的冷却方式。工程师们会根据情况、根据条件来选择使用以上的各种冷却方式的一些组合，以便达到成本和效果之间的最佳平衡。哪吒的风火轮很厉害，于是就被直升机的旋翼给盯上了。你看这个视频。这是一架生产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超轻型直升机，叫做希勒大黄蜂。在它旋翼2个对称的翼尖呢，分别装着一台冲压喷气式发动机。当它们工作起来之后，就替代了中间的那根驱动轴，从两边把旋翼推着转起来了。这样的好处有什么呢？一个是大大简化了传统直升机的动力系统，其中有包含2个部分。首先是以往那个需要将发动机的动力传输到主旋翼上的复杂传动机构可以被扔掉了。其次是由于没有了这个主驱动系统，原本是压到机身上的反向旋转力矩也消失了，连尾桨都不需要了，动力系统简化到了极致。于是随着动力系统的简化，第2个好处也就浮现出来了，操纵系统自然也能够做得更简单啊。据说学开直升机呢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因为你要同时去操纵很多的东西。像我这种运动协调能力本身就不咋地的人，肯定是搞不定的了。但这种风火轮式的直升机会不会就是我们的救星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风靡上个世纪50年代的喷气旋翼式直升机，看看它们都有哪些代表，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以及它们就为什么没能坚持到今天呢？其实吧，代替中间的主轴，把螺旋桨从边缘推着转起来呢，是很容易就能够想到的。早在1900年呢，就已经有工程师提出来过了。限制它的主要还是技术，因为那个年代的螺旋桨通常都还是木质的，你怎么可能把一个带有燃烧室和众多管线的喷气式发动机埋进去，还能够继续保持强度呢？于是大家想了很久，也等了很久，终于在2战之后才等到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且还产生了2种不同的路线的。苏联的和美国的，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要不要把整个发动机都装上螺旋桨。苏联人认为，我可以啊，于是他们就把完整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给装上去了，显然没有成功啊，因为薄弱的旋翼实在是撑不起发动机啊。即使在数次改进之后呢，也只能以较低的转速运行。一推油门，旋翼要么就被过载扭成了麻花，要么就跟压气机发生了共振，整个被甩了出去。总之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啊！美国人就没有这么走了。既然苏联帮我们排除了一条死胡同，那我们就换条路走啊！
他们于是就将发动机还是留在了原来的机身上，只是将他们工作时产生的高压空气输送到了旋翼的尖端，在这里要么就是直接被喷出去产生推力，成为冷间喷射，要么就是再加个燃烧室跟燃料混合点燃后再喷出，成为热间喷射。总之都会比把发动机整个装到翼间要现实的多，也容易控制的多了。所以就真的出现了几架正儿八经的喷气式直升机出来啊，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在这儿呢，我选了2家代表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架是麦克唐纳 XV1，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垂直起降飞机所受到的速度限制。直升机呢是可以垂直起降，但是它的速度呢却只能被限制在209公里每小时之内。这是由于一种叫做后退叶片失速的现象所造成的。当旋转起来的旋翼往前运动时，它会从中间被分成2个部分，旋翼方向和前进方向一致的那一半叫做前进叶片，而旋翼方向同前进方向相反的那一半呢叫做后退叶片。我们都知道，直升机的升力呢来源于旋翼相对空气运动时所产生的上下表面压力差，这就跟飞机的机翼是一样的。所以当前进叶片和吹过来的气流有着更高的相对速度后，它所产生的升力就大过了和气流相对速度较小的后退叶片了。于是，一边抬高一边降低，直升机开始侧倾了。当直升机前进的速度接近后退叶片向后移动的速度时，这一部分的升力将彻底损失，导致完全的失速，通常带来的都是灾难性的后果。这个是个物理规律，你只要是想用到旋翼来既上升又前进的话，就一定是免不了的。那这样行不行啊？顶上的旋翼让飞机可以垂直起飞，机身两边再伸出一段机翼来提供稳定的升力，同时呢，用后面的螺旋桨来产生推力，不就好了吗？对的，你看 XV1 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它前半部分看起来就是个比较正常的直升机，后半部分呢，则像是把一架 P38的尾巴给截下来粘上去了一样。工程团队在看到这个玩意儿后呢，就陷入了沉思。我们怎么才能用一台发动机就把这一上一后2个螺旋桨给推动呢？因为他们想要速度，所以就必须要减重嘛。用2台发动机是万万不可的。这个时候，团队中的奥地利人多布尔霍夫就冒出来了。他是谁啊？他是在2战期间就已经成功的造出了第1架翼间喷气直升机的人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呢，他用卡车拉着样机和资料，和工作人员一起从苏军正在逼近的奥地利往西撤退，最后就在德奥边境向美军投了降，所以他和他的样机都归了美国。他自己也在战后加入麦克唐纳，成为主持设计 XV1 的人了。既然是他主持的，那 XV1 必然就会使用他所得意的翼间喷气推动了。而实际上呢，这也是这架飞机在只使用1台发动机下的最优解了。它是这么工作的：在起飞和降落阶段，安装在 XV1 上的莱特 R975旋风活塞式发动机会主要用来驱动2台空气压缩机。被压缩后的空气呢，会进入到3片桨叶尖端的燃烧室里面，跟燃料混合燃烧后快速喷出，推动旋翼旋转产生升力，以支持 XV1 的垂直起降过程。慢慢的发动机输出的比例呢会朝推进螺旋桨倾斜了，直到最终完全就跟压缩机断开，以全部的力量来推动飞机前进。同时呢，旋翼进入了自由旋转阶段，成为此时次要的升力来源，大约只会提供15%，剩下的大部分升力就交到机翼的肩上了。这个项目从1951年开启，到1954年首次悬停测试，再到1956年创下垂直起降飞机的速度纪录，翼间喷气旋翼技术在其中功不可没啊。它实际上也算是该技术的首个实际应用了。麦克唐纳后来还想把它移植到自己的120空中起重直升机上，但由于一直推销不出去，就放弃了。那么 XV1 后来的命运如何呢？军方觉得还是贝尔提出的轻转旋翼方案更有吸引力啊。他们更喜欢 XV3， 也就是后来慢慢发展为 V22 鱼鹰的那个原型机了。的确，它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呢，都比只用了1台发动机勉强拉动2个螺旋桨的 XV1 强多了。喷气旋翼在它面前有种小孩过家家的感觉，但它辅助也就罢了，想要成为扛把子还真是差一截啊。所以这就要说到我们今天介绍的第2款机型了，西科赛斯的改款 S55。它上面也装着翼间喷嘴，只不过呢，思路跟前面那个是完全不同的啊，并且呢，也有着属于自己的霸气名字——火箭旋翼。简称 ROR。它之所以敢叫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因为它的确就是一个完整的火箭系统。有燃料罐，它位于旋翼主轴的顶上，里面装着90%的过氧化氢。有燃料供应系统，通过离心泵的方式将燃料加压输送。
有火箭发动机，它位于旋翼的尖端，在接收到输送过来的燃料后呢，它会用里面的金属催化剂将过氧化氢快速分解为氧气和蒸汽，并从喷嘴里面喷出，产生推力，简直跟火箭一模一样啊！并且你也看出来了，它基本上就是个外挂，是附加在直升机原本的动力系统之外的，所以可以有选择的使用，比如重载情况下的起飞，更快反应速度下的起飞，高海拔低气压下的降落等等。其他正常情况下我不用也是可以的嘛。军方之所以想要这样改造 S55呢，就是由于他在之前的战况下遇到过这些问题嘛，所以可见改造和测试都是达到了目的的。但是这样一个好用的系统却从来也没有真正普及过，为什么呢？没有相关正式的资料来介绍过啊。但我看了很多人的评论，大家都相信是有这么一个原因的。把一个装满了如此危险的化学品的罐子绑在脑袋上拼命摇晃，真的好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个画面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啊？很像是 SpaceX 星舰进行的飞行和回收测试啦。但其实它比第一个可以回收的猎鹰9号还早了将近30年。它叫做 DCX， 是由 NASA 资助麦道制造的，最早实现了可垂直降落回收的单级入轨火箭的工程样机。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测试当中呢，它已经能够从地面上升到超过3000米的空中，然后再稳稳地落回到原来起飞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啊，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从科幻电影当中走出来的东西吧。而且啊，这个浑身上下闪着荧光的东西呢，显然也直接启发了 Elon Musk， 促使了后来的猎鹰9号与星舰的诞生的。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又被叫做星球大战计划，急迫的想要一种比航天飞机更加可靠、更加便宜、能够更加迅速部署的基于天基的武器系统。那很显然，只有完全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才能满足这个需求嘛。同时啊，如果还要让它缩短再次起飞的准备时间的话，那么垂直再降落到原来的发射台上，就显得更加的合理了。于是 DCX 的概念被提了出来。虽然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这个想法从1950年代起就在科幻电影当中相当流行，但是在此之前啊，现实当中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正常的逻辑当然就是造出一个缩小版的样机来验证这个想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从科幻走到现实里面嘛。所以高12米、底部直径4.1米的 DCX 呢，其实是被缩小到了原来的1/3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它的开创性啊！它装着4台液氢液氧发动机，每台都可以在万向节的控制下呢单独调整喷射方向，同时其推力的大小呢也可以在30%到100%之间自由变化，为垂直降落提供了可能啊！另外，它还带有4台自控发动机和5个由液压控制的襟翼，可以说啊，具备很强的空中姿态调整能力啊，从而就实现了之前从来未曾尝试过的火箭载入姿态了。DCX 的另外一项突出特点就是啊，真的很省人工啊。由于其高度自动化，发射塔呢，控制中心里面只需要留3个人就可以了，2个负责飞行操作，剩下的1个负责地面支持。2次飞行期间的最短间隔也可以做到24小时。可你觉不觉得也非常奇怪呢？既然 NASA 在30年前就可以垂直回收火箭了，那怎么还要把机会留给后来的 SpaceX 呢？原来啊，这当中既有重大事故导致项目暂停的原因，也有更多的是内部的权力斗争了。在不愿意为 DCX 继续掏钱之后呢，他们把所有的注都压到了洛克希德马丁的 X33上，哪怕前者的造价只是后者的1/20。可讽刺的是啊，后者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上过天。也许只是 NASA 在等着 SpaceX 吧。F-15是我最喜欢的一架战斗机，不只是因为它是变形金刚记忆里面的红蜘蛛，还因为它实在太强了。比如断掉一边的翅膀依然能够飞得回来，比如能够用炸弹来完成一枚本该由空空导弹干的活，还比如至今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104胜0负的空战记录等等。所以显然山姆大叔呢更喜欢它。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面，美国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试探它的极限，不断的为它开发出新的用途。而其中最夸张的是发生在2006年波音想出来的点子了，让它背上一枚火箭，是真正的多级火箭成为一个空中火箭发射平台，把小型卫星等有效载荷随时随地的快速送入轨道，代号全球公基鹰。
所以波音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他们为什么要选 F-15？而最后为什么这个想法只停留在了纸面上呢？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其实从空中平台发射运载火箭并不稀奇。早先的美国私人航天公司轨道科学在1990年就成功的把第一枚飞马座运载火箭从 B-52的机翼下方送到了300多公里高的近地轨道上。如今也有维珍轨道在使用747继续像这样空射火箭。所以既然维珍轨道都能受到启发，波音的工程师自然也能受到启发了。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选择的平台很特殊你看前两者使用的都是如洛克希德3星和波音747这样的宽体客机来改造，而后者却选择了小得多的 F-15。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这个疯狂的计划就是为已经现成拥有大量 F-15及其配套设施的美国空军量身定制的。美国毫无疑问拥有全世界最好也最先进的卫星，它们非常昂贵，非常复杂，也非常的庞大，所以发射它们上天自然也成了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这通常意味着从设计人员的工作台到火箭发射的发射台，再到轨道上进入实质性的工作需要花上数年的时间。好在美国人步子迈得早很多如今天天被商业、国防和情报部门用的高级卫星早就已经在天上飞了，所以也不该有什么担心，对吧？可是天机冲突现在已经不再只是科幻小说里面的情节了。随着针对卫星的动能武器的发展，以及可以干扰、捕捉甚至是摧毁对方卫星的杀手卫星的出现，美国人开始担心起来，他们那些在史前时代发射上天的卫星，在面临真正冲突的时候，到底还能有几颗留得下来？比如前空军部长希瑟·威尔逊就在2018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在一个没有石头的世界里面建造了太多精美的玻璃房子。言下之意就是现在有人握着石头出现了，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呢？那就是建立起一个能够快速部署更小、更便宜的卫星的系统呗。波音翻了翻自己的宣传画册，内心泛起了波澜。他觉得这次财富密码终于交到了对的人的手里面。咱们家的 F-15强大到垂直都能够飞得起来，就是个长得像是飞机的火箭第一级嘛。还有谁比他更适合接这个任务呢？而且跟以往要费尽心思说服山姆大叔掏钱出来的采购新飞机不同，这一回咱只是在你已经大量铺下去的设备上面做升级就可以了。如此省钱省心，你不得认真考虑一下吗？所以2006年波音团队就带着他们那不一般的 PPT， 自信满满的参加了位于洛杉矶的第4届即时响应型太空会议。所以波音到底是怎么打算用 F-15送火箭的呢？下面咱们就来揭秘首先，发射还是次要第一个要克服的障碍是怎么把火箭给挂上去。尽管 F-15的机身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力和充足的有效载荷的能力但是想要把一枚14米长、14吨重的火箭给安装到飞机的下方也是绝无可能的。翅膀首先就被排除了因为根据之前的研究，翼下的挂架是无法承载任何单重大于100公斤的物体的。而机腹下方尽管之前经过改装，的确也挂下了那个看似不可能的4米长、450公斤重的 AM-54凤凰导弹，但是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火箭要是出现在同一位置，那就不是起落架在拖着 F-15跑了，这个角色得换到他的身上，所以怎么可能呢？只能把它背在背上嘛。于是两个垂直尾翼之间的宽度就定义出了这枚火箭的最大直径，而由此带来的巨大质量则交给了机身内的4块隔板来顶住。波音的工程师们检查了一下说没问题，他们强壮得很好吧，重量和直径看起来都 OK， 但是长度却给 F-15制造了麻烦。火箭的整流罩不仅会压住驾驶舱的顶盖，使其难以打开，还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弹射装置它用不起来了。你要知道驾驶这架经过魔改的飞机本身就是一件够疯狂的事了。如果它还是一架无法逃生的飞机，那就连疯狂的飞行员都会避而远之了。波音自然是知道这点的，所以干脆直接去掉驾驶舱里面的座椅，让它自动驾驶得了。当然，在没有飞行员的情况下操作飞机，对于美国空军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他们本身就操作着各种各样的无人飞行平台。就波音而言他们不是已经拥有把退
役的 F-16改成无人驾驶的 QF-16的经验了吗？所以这个障碍也是可以克服的。剩下的就是怎么把火箭给发射出去了。咱们来看看火箭本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拥有3级发动机。不过同样为了省钱省事，它直接就把美国为洲际弹道导弹备下的库存给用了起来。第1、2两级呢，用的都是来自民兵2型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第3级则配备的是为各种小型火箭提供动力的猎户座38发动机。为了改善其在 F-15顶上飞行时的空气动力学呢，第1级的喷口后面会被罩上一个尾椎。这样，在经过流体力学模拟之后呢，波音的工程师们惊喜地发现，除了那个高出垂尾一点点的火箭尾翼会使升力下降一点点以外呢，其余几乎就没有任何的影响。而那损失的一点点升力呢，只用改变1度的迎角就能够弥补了。我严重怀疑F-15是不是生来就是为了拖东西的？在放出火箭之前波音要求的步骤是F-15先是在8400米的高度，以1.7马赫的速度做向上40.4度的爬升，等到了15000米，在1.35马赫的速度下呢，再实施机件分离。大约4秒，在 F-15已经俯冲并离开了一定的安全距离后呢，火箭的第1级才会点火，进入自己的工作序列，直到把载荷送入轨道。听上去确实是一个挺靠谱的概念但为什么偏偏就只是画在了 PPT 里面呢？大概呢有以下这么2个原因一是美国对新颖的火箭发射系统的需求呢，其实并没有那么迫切，这一点波音算错了。2是相比起小驴拉大车，美国人显然更喜欢用大炮打苍蝇，把小火箭挂在轰炸机的大翅膀下面，不是来得更威风吗？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儿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当倒数结束，点火按钮被按下的时候，火箭究竟是怎么被点燃的呢？这个问题你不挖还好，一挖发现全是奇葩。有的呢根本就不会点火，而有的则是划根火柴去点火的。下面咱们就来聊一聊。先说第一种不用点火的火箭呢，它使用的是一类称之为自然推进剂的燃料组合了，通常就是肼类配上4氧化二氮了。这2种液态的物质呢，只要是混合到一起，就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放热进而燃烧，所以点燃它们嘛，一点都不用外界操心。那个按下去的红色按钮呢，只是做成了像是在点火的样子，实际上是半点火花都没有的，就是把阀门打开，让2个炙热的灵魂彼此奔向对方而已。我们再看长2、长3发射时，它喷出来的橘红色的火焰，就是这种推进剂的混合自燃后的结果了。由于肼类和4氧化二氮呢都是有毒的，所以这种火箭呢也被我们叫做毒发。好了，第2种火箭。液氧煤油，你把它俩混合到一起不来点烈火，人家是不会擦出感情的。所以点火就得要上点心了。但是想让超低温的液氧与煤油碰到一起燃烧，而不是爆炸，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液氧的低温呢，会引起煤油的冷却并凝固，而凝固的燃料和液氧的混合物对撞击非常敏感，在加压情况下，常常直接升级为爆炸了。对一开始研究他们的实验人员呢，非常的不友好。怎么办呢？在这儿东西方的路数就开始分化了美国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技术路线，而苏联则转头向着古老的智慧取经去了。先来说美国那边，他们发现有些金属有机化合物，比如3乙基铝、2乙基锌、3乙基硼等等，只要是暴露在空气当中就能自然发火了。要是遇上点液氧更不得了了。于是咱们就只需要在发动机的管路里面呢备上一个装着上述引火剂的玻璃小管，打碎即可保证点火了，简单可靠当然是一次性的。雷鹰9号上面的梅林1D 发动机稍微就复杂了一点，得把玻璃管换成由阀门控制的引火剂加注系统，才能实现多次点火。不过也算简单嘛，但这些到了苏联人眼里面都太复杂了，不就是点个火吗？直接上火柴或者火把就得了。是的直到现在把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的联盟号火箭呢，都是用火把点燃的，不可思议吧？但苏联人其实是有苦衷的咱们来看看联盟火箭的屁股，它的中间呢是装在新一级上，有4个主喷口、4个小喷口的 RD-108发动机，四周是装在4个助推器上，又各有4个主喷口、2个小喷口的 RD-107发动机。
加起来就是20个主喷口和12个小喷口，一共32个喷口。那么请问，如何保证这32个喷口在发出点火指令的一瞬间准确无误的同时点燃呢？是用更加灵敏的传感器，还是更为先进的信号系统，还是用更加智能的计算机算法呢？想多了吧？只需要点燃32个火把，把它们放进32个喷口里，让它们先在这儿燃一会儿，然后再打开推进剂的阀门，不就完全同步了吗？苏联工程师称这种方式为烟火点火装置 PZU， 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点燃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R7 发明的。既然联盟号诞生自 R7， 这种点火方式呢，也顺其自然的被继承了过来。它是这么操作的：在联盟号被安装到发射台上之后呢，技术人员会通过在发射台下方的通道桥，手动的去将一根根倒梯形的木棍插入到每个燃烧室里面。20根大木棍插进了主燃烧室里面，12根小木棍插进了转向发动机的小燃烧室，而且它们都必须是取材于上好的白桦树才行啊。在每根棍子的顶部呢，都有一对高温装药，在高温装药之间连着一根用弹簧夹着的黄铜线，起短路发热点火的作用。来自点火装置和传感器的电线呢，沿着倒梯形的木棍向下延伸到了一个插座，在那儿它们被插入到发射控制网络。当这些火柴在燃烧室里面被点燃的时候呢，它们的火焰会切断黄铜线，弹簧将松开的一端给拉开，从而断开电路，这就让发射控制台上亮起了一个点火的信号。只有当发射控制系统确认这32个燃烧室中的每一个燃烧室的信号都亮起来之后呢，他们才会打开推进剂供应管线上面的阀门，使火箭真正的点火，确保了绝对的同步啊。而至于那些大火柴的命运嘛，当然就是付之一炬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这个秘密的原因了。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太反直觉了，启动代表人类科技巅峰的火箭居然用的是这么 low 的方法，但它真的是异常可靠啊！已经兢兢业业地运行了70年，送了数百枚的火箭上天了，而且即使真的出了点问题，也还有别人比拟不了的优势啊！2016年的3月12日，一枚联盟运载火箭屹立在哈萨克斯坦拜克鲁尔发射场第31号工位，准备进行发射。然而，当点火按钮被按下了23秒之后，火箭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此时的发射大厅却响起了指挥员的声音啊！发射终止，推迟到明天进行发射。发射按钮都已经被按下了那么久，而且明明有的喷口下面已经冒起了烟，居然都能被安全终止掉，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原来是32根木棍中意外熄灭了一根，还没有轮到推进剂上场呢。当然是可以随时喊停，而且还能迅速修复的啦，不就是换根火柴的事儿吗？果然，3月13日，就在上次事故的24小时不到里面呢，这枚联盟火箭就成功发射了。这要是换做其他一些使用复杂点火系统的火箭，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啊。其实我们得感谢这次事故，否则苏联人的黑科技不知道还要保密到什么时候呢？最后，咱们不是还有氢氧火箭吗？那个火柴就不管用了，要靠固体火药或者是电火花。你看航天飞机主发动机启动时的慢镜头呢，就充分说明了星星之火是怎么燎原的。